在荒野这片神秘又危险的天地间，极品小表妹秀翻了，竟与一条5、6米长的大蟒蛇狭路相逢。这蟒蛇身躯粗壮如巨木，鳞片森冷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吓人。可她运气着实不佳，遇上咱小表妹这般荒野女豪杰，瞬间就成了待宰羔羊。小表妹眼疾手快，轻松将其拿捏，随后手法利落的拆解，蟒蛇转眼就成了大块鲜嫩肉食。经熏制后，那肉色泽诱人，纹理间透着独特香气，让人瞧着便垂涎欲滴。小表妹短期内自是不愁没食了。不仅如此，本期小表妹又有新发现，挤出山鼠洞穴。她嘴角微扬，故技重施，祭出火攻烟熏之法。刹那间，浓烟滚滚灌入洞穴，山鼠们被熏得晕头转向，纷纷逃窜而出，成了小表妹的囊中之物。瞧着收获满满的山鼠，真不愧是咱厉害的表妹，这荒野生存技能简直出神入化。昨日，小表妹刚完成前面石墙的建设，那石墙坚固又美观，宛如荒野中的一道坚实屏障。至于后端墙面，因后面空间高度有限，她便舍弃打造木棍骨架，直接铺上大量石块砌成石墙，竟也别具一番质朴美感。完事后，小表妹片刻未歇，又忙碌起来。他灵巧地用树藤编织出一个简易木框，随后扛着工具寻到一处优质黄泥土，用木框装运黄泥，显然是要调配黄泥稀泥。收集够黄土后，小表妹先将黄泥一一敲碎，为后续工序做准备。接着，她手持竹筒，奔向附近小溪取水。不多时，黄泥坑便蓄满了水。为使黄泥与水充分混合，小表妹竟脱下鞋袜，将37码的小脚丫踏入泥中，欢快地来回踩踏，那节奏似在奏响一曲荒野劳作之歌。不一会儿，黄泥与水便完美交融。这些黄泥土对于表妹来说可是有大用，那可不是用来封石墙的缝隙，而是用来给树藤烟囱加一层黄泥外壳的。这样的话，树藤烟囱一来是能够更好的防止烟雾跑到庇护所内部，二来是使烟囱能够具有更强的抗高温性能，以及更长的使用寿命。在高温条件下，树藤可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坏了。另外，在顶部部分，小表妹还在上面加装了一个石板，这样的话，在下雨天的时候，石板能够很好的防止雨水进入。就此，小表妹的庇护所房间部分便算是完工了，看起来真是很不错啊。而接下来，小表妹依旧没有停歇，虽然房屋部分处理完毕了，但是她还要将庇护所周围好好的拾掇一番。表妹先是砍了很多木棍，并且利用打野刀将这些木棍的端部逐一削尖。就这尖锐程度，要是拿去布置上几个野猪陷阱，多半是能够实现吃肉自由的。处理好木棍之后，接下来便是将其布置在庇护所周围了。这主要是给庇护所设置一个栅栏，将自己的领地给圈起来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是有野物来到这里，一般看到这样的栅栏，野物是不敢轻易靠近的。毕竟人怕野物的同时，野物也是怕人的。当然，像是老虎、狗熊还有狼这些，它们可是精明的很。将木棍按照 X 形状交叉布置好，再绑扎一番之后，最后小表妹还在每一个交叉位置处倒插了一根尖锐的木刺，以此来作为第一道防御，也算是给外界野物提个醒。这里居住的两脚兽可是狠人。
妹子忙碌之际，猴子和狗子两只小家伙倒是在一旁玩得开心啊。处理完防御木刺之后，紧接着小表妹又来到了附近的树林。这里面的树藤可是好东西，尤其是这一根超大的树藤，那是被表妹给盯上了。最终砍了一根3米多长的树藤，慢悠悠地拖回到了庇护所。这一根树藤表妹有大用，将其作为一个 U 型门框来使用，固定在栅栏的前端，再利用细一些的树藤进行绑扎，使整个庇护所的完整度又提高了一个档次。来看看完工后的模样吧。庇护所部分算是彻底完毕了。忙碌了一天的小表妹可以说是汗流浃背，拿上换洗衣物的她，再次来到了附近的水潭，美美滋滋地开启了荒野泡澡模式，真是看得大家无比开心啊！好好的休息了一夜之后，今儿的表妹多睡了一会，毕竟目前住所解决了。随后起床的表妹，先是拿上了水壶，来到了附近的溪流，打了一杯山泉水。这里的水质特别好，小表妹也不担心喝凉水不健康。不过才喝水喝了2口，抬头的表妹那是被吓了一大跳。因为远处的树上竟然有一条大蟒蛇，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，这玩意可是凶猛得很啊！小表妹也是被吓得不轻，不过仔细观察了一会之后，小表妹发现似乎不对，大蟒蛇似乎不对劲。胆大的小表妹那是直接来到了蟒蛇身前。经过一番仔细的查探，小表妹确定了大蟒蛇是真的死了，而且蟒蛇身上还有老鹰的抓痕，看样子是老鹰抓到了蟒蛇，但是蟒蛇太大，最后脱爪了。在确定蟒蛇是真的死了之后，便开始了拉扯蟒蛇的活。毕竟要是比较新鲜的话，这条大蟒蛇那可是肉啊，至少能够解决妹子1周的食物问题了，那可就赚大发了。随后的时间里，小表妹那真是艺高人胆大，直接肩膀扛着蟒蛇，一路拖拽着前行，看样子是真的打算要拿下这条大蟒蛇了。这条大蟒蛇实在是巨大无比，怕是长度就得有个4、5米，重量的话，怕是得有个70、80斤，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巨物。要是活着的大蟒蛇，即便是一头牛，估计都会被它给缠住，那就更不要说小表妹了。不过这么大的蟒蛇，小表妹拿回去之后，到底是要如何处理呢？这条蟒蛇实在是太大了，表妹拖拽了半个多小时，总算是来到了一处干净的水源，打算在这里分割肉。这个活计对于表妹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难度，只需将内脏去除之后，便可利用打野刀开始切割肉段，这般难度可要比处理野猪简单多了。因此表妹的速度不可谓不快，一会儿就将肉段分割完毕了。处理好之后，这些肉段还需要带回庇护所，因此表妹需要一个趁手的工具，以方便装载肉段。于是乎，表妹便决定制作一个竹制容器。只见表妹先是切割出大量的竹条，接着将它们做出一个发散状的底座，然后在底座之上编织起来。这大概率是要制作一个竹筐类型的器具了，而且底部的密实度也不高，毕竟肉段足够大，也不担心漏下去。这样的程度还能够有效让水流出去。至于周围的竹筐壁，小表妹则制作的比较密实，这样一来，整个竹筐的承载力也能够达到比较高的要求。毕竟表妹收集下来的肉可是不少，自然也不轻。竹篓制作完毕之后，表妹便开始了装运肉段的活计。最终，表妹收取到的肉段足足装满了1竹篓。看得出来，表妹应该是没有要头尾部分，只选取了肉质肥厚的中段部分。挑着肉段的表妹那叫一个开心，直接向着庇护所方向返回。回去后还要快速处理这些肉段。令小表妹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回去的路上，表妹发现了一窝的小蟒蛇，看着花色，这搞不好就是大蟒蛇的崽子啊！在没有大蟒蛇保护的情况下，这些小蟒蛇大概率会沦为其他野物的食物。
见此状的小表妹善心大发，决定利用竹筒将这几只小蟒蛇收集起来，这样带回到庇护所养殖一段时间。等到它们长大了再放生，挑着肉段，拿着小蟒蛇之后，小表妹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庇护所。接下来可有的忙了。只见表妹先是将几根木棍夯入大地，接着又将切割好的芭蕉树段装在木棍中间，而在另一侧，表妹也是如法炮制地打造了一组。本以为这是要制作一个桌面时，没想到表妹又在正前方加装了一株芭蕉树段。这操作一时间没看懂，好在表妹接着又拿出竹条开始编织起来。这个编织物的竹条间距比较大，应该是搞了一个架子用来熏烤肉段。果不其然，制作好架子之后，表妹将其放置到了之前打造的框架上，接着便开始将肉段铺设在架子上。之前的框架自然就是熏烤炉子了。将肉段规整铺就后，小表妹旋即搬来木材，生起火来，悠悠地熏烤起肉段。熏烤讲究的是慢工细活，恰似雕琢一件艺术品，需耐着性子，方能成就那独特风味。在这悠长的熏烤时光里，小表妹也没闲着，着手处理小蟒蛇。她先是在地上掘出一个地坑，这便是为小蟒蛇精心准备的安乐窝。接着，表妹取出处理好的竹条，灵巧地将其折成拱形，沿着地坑两侧依次排开。瞧这架势，分明是要给蟒蛇窝搭个屋顶，竹子便是那屋顶的框架栋梁。为保屋顶稳固，小表妹又寻来藤条，将纵横交错的竹条紧紧绑扎。那藤条在竹条间穿梭，似在编织一张坚韧的网，确保整体牢不可破。而这些紧密相依的竹条，不仅撑起了框架，还充当了屋面材料，一举两得。不多时，一座漂亮的屋顶便大功告成，引得一只小猴子好奇地钻了进去，在里面蹦蹦跳跳，体验一番这新奇的小屋。此外，小表妹还匠心独运地制作了2道拱形大门。有了这2道门，蟒蛇的庇护所前后端便能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，为小蟒蛇提供一个安全又舒适的居所。蟒蛇窝打造完毕，接下来自然是将小蟒蛇请进去。小猴子大概也是头一回见这阵仗，瞪大了眼睛，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而那几条小蟒蛇身形尚小，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乖乖地爬进这新造的庇护所。瞧瞧小表妹这一番操作，真可谓是纹身师闭眼，给我秀了一脸，简直绝了！就这技术，那真是顶呱呱。